所以就是方医师认为正确面对心理创伤的方法。今天是我们不看更焦虑系列的第7集，方医师要分享的是如何正确的面对心理创伤。方医师曾经说过，面对焦虑有3条路是回不到家的路。第一个是否认焦虑，说我没有焦虑，我只不过是胸闷心悸。第二个是转移焦虑，我的焦虑完全是因为我频尿，如果治好我的频尿，我就不焦虑了。第三个，用迷信，我的焦虑是因为有人跟我说我卡到音，只要有人帮我把音拿掉，我就不会焦虑了。用迷信治疗迷信，这是3条回不到家的路。今天方医师要讲第1条可以回得到家的路，就是如何正确的面对心理的创伤。有人有心理创伤，他会有很多招数呢。第一个，自欺欺人，跟大家说我好了，我没事了，他要掩藏这个心理的创伤。第二个，过度正向，他把这个创伤洗白呢。比如说他走路不小心跌倒，或者被车撞到，骨头断了，竟然会说我这个骨头断呢，让我的骨头长得更强壮，打断骨头颠倒勇。还有人会推给迷信呢，他认为说啊，我最近很不幸啊，我最近很焦虑啊，一直生病啊，是来自于冤亲债主找上门啊，是我累世的恩怨啊，所以不应该抱怨，我没有资格抱怨。方医师认为以上的方法虽然可以救急啊，但不是适当的方法。如果骗得很深啊，骗自己骗别人很深啊，等到有一天你又不相信这个骗局了，你会陷入更大的痛苦。你有时候会收到朋友对你诉苦，不管是打电话来的还是面对面的抱怨，他一直说一直说一直说，他要证明这件事件他是一个受难者受害者，他很惨，非常的惨，而且他是完全无辜的。那对方很坏，非常的坏，他为什么要这样讲呢？他就是希望争取你的支持，让你站在他同一个立场上。他其实只要你去安慰他，他并没有要你去分析他，或者是跟你争辩呢。你不要跟他争辩说他不够坏，或者是你不够惨呢。他没有要你去治疗他，你就不要治疗他呢。他没有要你引导，你就不要引导呢。他没有要你帮助，你帮他看到不同的角度呢。他没有说要这样子呢，所以你要聪明一点呢。那他一直说没事了没事了，他很好他很好，他变得更好了，他变得非常好，他变得好到不行。那他好像希望发生更多之类的坏事啊，让他变得更好啊。那我说啊，如果真的那么好，那为什么他要花这么多时间跟你抱怨谈这件事情呢？上一集提到说啊，创伤有3层的外衣啊。人生如果发生了一些坏事、鸟事、倒霉事，不会过了就算了，船过水无痕，不会。我们不会像草原上的羚羊啊，他被那个豹追逐以后，结果豹没有吃掉他，那豹就走了，他还可以安安静静的继续吃草。如果今天是人类在草原上被豹追逐没有被吃掉，可能之后会得创伤后症候群，3个月都没有办法吃东西。所以我们遇到坏事之后啊，我们会不断的去反刍，因为他觉得太不舒服了，想这些事情真的是太难过了，所以他会把这个坏事啊试着去掩藏起来，或者是把它合理化。第二个，我们一个人如果喜欢一个人我们连他家里面的乌鸦，站在屋顶上的乌鸦都喜欢这叫做爱屋及乌啊。但是如果讨厌一个人或一件事情连他家的篱笆，无辜的篱笆都讨厌。所以发生事情的时候相关的人物场景
都会被无辜的放大来讨厌。比如说那一天你跟某人吵架，结果一起吃饭的其他朋友一起被无辜的讨厌了。那如果你今天很倒霉，发生连续的同类型的创伤，你忍不住就会推论哦，产生信念哦。比如说工作一直不如意，那我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失败的人；交女朋友很差，我是一个女人缘很差的人。你会不断的推论的。所以治疗心理创伤啊，必须要脱掉这3层创伤的外衣啊，才能够开始治疗心理的创伤。你不要去跟他争辩说，到底一个人工作失败要几次才算是一个失败的人，这没有什么好争论的。如果你没有这样子做，一直跟他读那些到底失败几次才算是失败，你讲半天呢，也完全没有任何进展。所以要讨论到创伤的这个治疗啊，第一点，你不要去争论创伤的效应，而是直接脱掉这3层外衣。那心理创伤有些人来跟你埋怨、抱怨，那你接起这个电话或跟着他面对面，好，你可以开始跟他聊天了，甚至会谈了。那他主动谈起这件事情啊，然后跟你说我没事了，我没事了，也会说啊，对方也是不得已的啦，啊自己也有不对啦，啊听起来好像很合理啊，然后还会说啊，这是我人生的考验啦，啊甚至这是我累世的功课啦。那你想想看，他会主动谈起，表示他很关心这件事情啊，这件事情还没有过去啊，但是他一直又说没事没事，那找一大堆合理化的理由。所以你要跟人家聊天要帮助他的话，你第一个你要避开这些掩藏合理化的陷阱。你倒不需要戳破他你不要去跟他说，哎，你不要跟我假了啦，明明有事说没事，你不用戳破他。你知道这样子的说法呢，是他的救生圈啊。但是你不要跟他瞎起哄啊，你一直起哄说啊，真的没事真的没事啊，明明就是有事。所以你明明知道这是他的救生圈，但是你不用把它戳破啊，你也不要跟他讨论下去救生圈的事情。那你谈谈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对他生活、对他精神的影响啊，那一定是影响很多啊，很重要的一个创伤经验啊。那你去了解说，这个大脑里面呢，所埋的这个创伤的地雷区啊，到底有多大？看他因为这个地雷啊，影响到他的生活，限制他的生活有多大？比如说去南投啦，他跟这个家人吵架，他的创伤经验就是南投。那你找他去南投玩他就不想去南投，因为南投是他的伤心地啊。那谈谈这件事情呢，他的推理如何？因为这个创伤，他延伸的人生信念是怎么样？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啊？这些都是他延伸的信念。所以面对心理创伤啊，在会谈上的第一步骤啊，就是帮助对方看到创伤带来的3层外衣也就是心理的创伤所带来的多方面的影响。你只有让他知道是创伤的3层外衣，然后才能够看到、拿到、解决到赤裸裸的创伤的心理折磨。所以这个创伤后就不断的会心理的折磨。那这个折磨呢，有些人是不断的自我对话，内心不断的自我对话，一有空的时候呢，就在那边讲这件事情，想这件事情，都用语言来讲。所以你如果要开始疗愈你的创伤，不管是别人帮你疗愈的，还是自己要疗愈的，你就要关掉这个自我的欺骗，关掉自我的分析，关掉自我的延伸也就是说你不要再用说的，不要再用内心对话的，我们来学习佛陀的方法，我们用看的，完全用看的，把你这个已经脱掉3层外衣、赤裸裸的创伤呢，完全用看的，那一定看很不习惯你把这个不习惯的东西看到习惯了当然这个创伤本身是很丑陋的你一看就是很看不下去所以你要去看这个创伤的东西你必须要有心灵的能量那这一点需要培养你每天呢规律的生活不要浪费你的能量，那多做好事，多讲好话，
这样子的心理能量就有办法帮助你面对这个丑陋的创伤。那你一直看，你承认有这个创伤，面对这个创伤，接受这个创伤，这3个过程就是在处理这个创伤。方医师跟你讲没有其他特别的处理。所以佛陀他没有教你什么办法去处理创伤，他都叫你去静坐，静坐看到自己的创伤，把它看清楚就好了。他有没有教你什么方法解决心理创伤？没有。他有没有叫你去吃药？没有。他有没有叫你去买营养食品？没有。他有没有叫你去打沙包？没有。所以佛陀是要你去观拿掉这个3层外衣之后，去观那个创伤观而不想，观而不说直到观透那佛陀曾经提过4念处4念处是原始的佛法4念处就是身受心法，他不是叫你傻傻的看而已他是说你看到身体对于这个坏事情的反应，比如说你一看到它，哇，你就胸口很闷很紧，你看到了，我一想到这件事情我就胸闷心悸。那你去看到当时的感受是什么样？当时我被他吓坏了，吓到我当时都不敢动。看到后来因为这个创伤经验产生的后续反应，从此之后我就变成什么样的人。看到后来这个坏事推演出来的信念是什么？因为这个坏事，所以我从此不要去南投玩，那我是一个失败的人，这类的一个信念。如果你光是看到创伤的图像，同时看到这个创伤带来的身体的感受的心理的信念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佛陀的方法。佛陀没有解决的方法他只是要你去静坐，把它看得很深入，不断的看，把它看到习惯，看到好。所以佛陀他只有一招就是去静坐，去面对，去承认它，去接受它。这就是处理创伤的方法，没有其他特别的处理。所以呢，面对心理创伤的第2步骤就是在把3层外衣去除了之后，你试着看到这个创伤的4念处看得很深入身受心法，看到习惯，一直看到接受它，看到这个最原始的坏事，看到自己的反应。用方医师的术语来讲就是看到那一个有强烈情感的图像。然后如果面对这个有强烈情感的图像，你有办法直接把它消灭，把它去除吗？没有办法，你不可能在大脑里面把这个图像硬生生的挖掉，挖不了。只有去平衡这个图像。比如说你现在银行里面有钱，结果你欠人家100万，你要就用你银行的钱去领出来还人家100万那比如说经过岁月的磨练，现在的你比较成熟，比较长大，去安慰调整那个过去脆弱的你，幼稚的你所以意外的坏事我们要意外的好事去平衡它。比如说有时候你连续在路上一路绿灯你想说今天什么日子一路绿灯，结果你有时候也会遇到一路红灯尤其是你比较挤的时候，那你心里想，我有时候遇到一路绿灯，我就来平衡有时候我遇到一路红灯那运气是平衡的，上帝是不会偏颇偏爱任何一个人的。但是有些人是不是运气就特别差？比如说他不但车祸生病被倒债然后一辈子都是坏事他几乎就是坏事的吸尘器那这样有没有机会？有没有可能？有可能的。因为在这个上帝的弹珠台你可以想象有时候真的弹珠会到最边边的那个格子去那你今天发生这种几率运气特别差的人生你就有点是为众生承担必然的几率事件。比如说你活到70岁就生病死了，你可能想要台湾的男性平均76岁80岁那你就捐出6岁来了，你捐出6岁给活到86岁的人，
好不好？那你如果活到90岁、100岁，那你可能多占了便宜啊，就一个倒霉的人可能少活10岁、20岁啊。那佛陀这个人啊，做那么多好事，他也只活80岁而已啊。好，我的概念就是，你会去承担这些必然的几率事件。再来啊，如果你那个平衡的那个创伤啊，是无助的一个脆弱的创伤。比如说有一个个案，他说啊，他小时候被保姆啊，因为生气的时候被丢在路边啊，那一个小女生当然很害怕啊，无依无靠的啊，那种害怕的感觉啊，一直到现在，他还是很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个画面跟着他都没有结束。有一个南非的小留学生，是一个男生跑到南非去留学，那在学校里面被霸凌啊，那住的寄生家庭的对他也非常不好。有一天被赶走，然后他就拿着行李啊，要去投靠朋友，也不晓得怎么投靠。小学生呢，就站在路边拿着行李。那这个画面呢，长大后也一直的没有安全感。那影响到他，那方医师说，我们闭着眼睛回到那个图像，用现在的你来跟那个小女生、小男生讲话。你现在有活过来啦，你现在比较 OK 啦。那你跟那个小女生说，我了解你的害怕无助啊，我是你姐姐啊，我现在的我啊，来照顾你啊，陪陪你啊，给你加油啊。那个小男生也可以这样子跟他说话。这就是你人生的一个痛苦的、脆弱的一个创伤啊！用现在勇敢的你去给他支持、加油，做跨时空的自我安慰啊！那如何平衡这个懦弱不甘的创伤？一个女生啊，被老公打到不成样啊，有事要打，没事也要打，打了10几年，后来离婚了啦。离婚这10年呢，含辛茹苦照顾一个小孩啦。那小孩子也 OK 啦，结婚啦，可是他还是睡不着觉，每个晚上睡觉前就会出现那个画面，那来找我帮忙。方医师立马开大量的镇静剂给他吃，把他弄倒吗？我从来没有做这种事情。我说你回到那个画面，你想想看你的老公，就出现一个老公打他的经典画面，这是第1名的画面。你承认自己当时很懦弱，被打不敢还手，跑来跑去的。那你离婚以后，你有奋斗了10年呢，你把小孩子养大的那个勇气，你用来回到那个现场。我问他说你现在回到那个现场，你怎么办？他说如果是他现在他会拿起扫帚跟他拼了啦。那我说好，你不要用说的，你想象那个画面，拿起扫帚跟你老公拼的样子。那他就想了一下，自此以后1个月后回诊，他的睡眠改善了，他也变得更勇敢了。所以我说练习懦弱只会更懦弱。那你如果加上勇敢的勇气的反抗不断的练习这个勇气的版本你会变得更坚强。那第4种就是说，有些创伤不是人家伤害你的，是你自己对不起人家的，伤害别人的，你过不去的。我们自己也曾经霸道过，我们也曾经过得理不饶人，欺负人家，我们也曾经幼稚残忍这种事情也会在自己心里面产生创伤那你要承认那就是曾经存在的自己曾经存在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不好的自己但是你要改变它，调整它，或者它还是会折磨你那你要承认，你要看到自己当时的不完美，你要真诚的跟当时的对方道歉，你要把正确的、合理的、不霸凌别人的剧本放进去。我们大脑里面不少疤痕，就好像一座山山上有几个地雷这个上帝没有办法帮我们去除这个地雷我们要自己想办法去除。那你有没有疤痕呢？你觉得你有没有心理的创伤？你只要闭着眼睛它自己就会跑到你的心上来那如果你一直没有看到对我心里很干净，或者是你看到了以后觉得心平气和，没有什么情绪，这样才算是
跟这个心理创伤和平相处，已经平衡成功了。那方医师今天介绍了很多个方法，帮助你呢去掉创伤的外衣，直接的关这个创伤，然后用平衡方法去对付、去处理这个创伤，你就一个一个的去除那就好像玻璃一样把它擦干净就好像说海边有很多海星几万只海星搁浅那你一只一只的丢那有人说那么多海星哪丢得完？你丢多少算多少然后丢的越多之后呢，就好像把玻璃擦干净，后半段的人生会变得比较透明、比较轻盈。这张图呢是方医师最近画的呢。我本来是要画这个2座山山上呢有很多树这个树呢就是一点一点的树，我还有画树干、树枝呢。上礼拜画的，很多人都说是画圣诞树应景其实是2座山那我们要去除心理的创伤要认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过去那有些是无辜的那有些是自己内心的贪嗔痴那不管怎么样都没有关系，我们必须要重新来整地，那慢慢的去除那些创伤，那留下一片净土那你也可以种下一些新的树你设立一些新的人生目标开发新的体验就像我这一座山一样弄得很缤纷那用你的未来来指引你的现在而不是一直沉溺于过去来绊住你的现在那这一座像圣诞树的山就是要这样启示你的。最后结论如何正确的面对心理的创伤？第一个，脱掉3层外衣掩藏合理化是第1层外衣无辜相关者被你拖累放大是第2层外衣推理成人生的信念影响到你，这是第3个外衣不要被这3个外衣欺骗要一个一个去除去除之后，第2步骤，看到赤裸裸的创伤，承认它，面对它，接受它，用深受心法的看到，这就是在处理它。最后一招，创伤你已经看到了，有强烈图像的创伤，你必须要用自己人生的资源去平衡它，用你现在长大的我，有勇气的我，去安慰当时无助脆弱的我，用理性的新剧本去重新编排当时的不理性的剧本重新找到大脑图像的平衡所以3层外衣一直看图像平衡，就是方医师认为正确面对心理创伤的方法。以上分享，谢谢。想要从医学的角度来了解人生的问题吗？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分享给所有的亲朋好友，让我们一起提升台湾的医疗文化。